那个照片上的小孩应该不到5岁吧？如果真的是你的话，没影响也正常。有个叫朱毅的孩子，他脑门上有一颗痣，皮下置切除术。我的，这个就是吕秀琴，他就是当年的院长。几个精神病人把院长给捅死了。外星人只是一个谎言，单从这只猫的离奇死亡来看，一定是有人特意布了局来误导我。李文正的人事关系一直在以前的单位，什么单位啊？好像是个什么村福利院，这水是开过的吗？好像都被打开过。你送的那瓶水检验报告出来了3唑仑，一种无色无味的强效安眠药，可以完全融入水中，非常罕见。三轮什么？罗队长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就是一个送水工，我哪懂那么多呀？从水站到李文正的家里，你送水的这段路途中，有没有可能有人会接触到你送的水呢？按理说不会，我从水站取了水，一般都直接送到李叔家了，而且这些水都是成箱打包好的，就算有人想下手，也没有机会啊。罗警官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他。师哥，帮我查一下刘冰的尸检报告，看一下临死前他是因为什么失去意识的。小白，如果猫没有得过狂犬病，被猫咬伤或者抓伤的话，会得狂犬病吗？不会啊。猫如果都没有感染狂犬病的话，怎么可能传染给人啊？怎么了？老李帮你做的吧？这么看不上我？哼，你尝尝，来，尝尝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可以啊。
你什么时候偷偷学的？你的谆谆教诲，我必须得听啊！现在不能说我只忙工作了吧？尝尝这个，真不错。哎，你那边有什么消息了吗？有人说，他最后出现的地方在一个小村子里。喂，胡曼，报告确认了吗？行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哎，你说，如果猫没有感染狂犬病毒，那被它咬到的人会得狂犬病吗？理论上说是不会的。有没有可能有什么例外呢？比如说潜伏期？应该没有。余秀琴案的那只猫没有狂犬病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个叫杨爽的女医生为什么会得狂犬病呢？还是说余秀琴案背后还有真凶？以我所知的，没有感染狂犬病的猫不可能让人感染狂犬病，但中间会不会有例外？比如说潜伏期或是检验方式受到影响之类的，这我不能确定。哎，朗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。哎，先吃饭，刚好一会儿我回去一趟，你跟我一起去问他去。啊，是啊。我也去。行。我们要不要给狼叔叔买点东西啊？哎，不用，家里什么都有。哦。你觉得我今天这样行吗？啊，行吗？笑什么？你别紧张，这丑媳妇儿早晚也要见公婆。说什么呢？我没紧张，别闹，我开车呢。哎，明春老师，我们是去查案的，好不好？对，罗队，我们是去查案的啊，好好开车。不是你正经一点儿。如果这只猫身上本身没有狂犬病毒，一个人不可能被这只猫所感染。喝点牛奶吧，别喝茶了。影响睡眠，趁着把它喝了。那有没有可能，是有潜伏期或者什么特殊的原因导致例外呢？没有例外。那有没有可能通过什么人为的方式？你说的人为原因我倒没想过，但是狂犬病毒离开人体之后成活的几率很小啊。也就是说，离开了人体之后，它就失去了活性，顶多几分钟，除非是病毒离开了人体之后有条件保证它的生存，然后再注入人体之中，也有可能造成人体的感染。狼叔叔，今天太感谢了，那我先去开车了。慢走啊。我们走吧。臭小子，你和这位姑娘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？王教授，我有结婚的打算。
结婚，太好了。我走了，喂，刘冰是干尸案受害人之一。刘冰团伙曾拐卖地球村福利院的儿童，吕秀琴、李文正都曾是地球村福利院的工作人员。他们和干尸案有关吗？而明川曾经被寄养在地球村福利院。明川到底跟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？喂，碧溪，梁叔叔，快到光明市郊望月湾。梁叔叔怎么了？凶手就在这岛上的小木屋里。喂，梁叔叔，喂。李文正、吕秀琴还有刘冰，他们3个人都跟地球村福利院有关，又在最近接连遇害，而且作案手段都需要绝对的医学知识。我刚查到这儿，狼叔就出事儿了。师哥，你马上带人过来，我直觉这次是真的。凶手就在光明市郊望月湾岛上的一座小木屋里。小鬼，通知特警出发。是。碧溪，狼叔叔，老丁，怎么回事？明川，你先别着急，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，等医生出来再说啊。家属来了没有？医生你好，什么情况？伤情很严重，多处内脏破裂，需要立即手术。您一定想想办法。我尽力。好，谢谢。
在里边。这里的血样都采样过了，都按着编号做了采集和备份。好。人就是从这儿摔下去的。经过我们勘查，人应该就是从这儿滚下去的。工地狗，哎，我来。你小心点。哎，慢点！是吧？马上扶他上去，快！没事，走。工队，未必就在附近吧？干尸案每一次的案发现场都是第二现场。这些人是怎么脱水的？第一现场在哪儿？我们半点都不知道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除了在这附近找，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。工队，说。这边没有，这里没有发现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没发现，还是没有找到，继续找。知道，范围扩大，继续搜索。怎么样？没发现。继续找。陈局，队长在那边。啊。师傅，您来了。怎么样？人找到了吗？比心说跳下海了，我们的人正在找，还没找到。比心人呢？去医院找证人的路上。证人情况怎么样？工队，陈局，在哪儿找到的？在小木屋的角落里发现的。怎么样？师傅，您看，干尸案所有的受害者都被记在上面。陆福、吴斌、李卓，叫什么？什么时候被绑架的？怎么杀的？为什么杀？都被一一的记在上面。为什么？不清楚。不过现在看，干尸案第一个受害者，应该是在国外。他究竟杀了多少人？叔叔呢？
说是再晚送了一会儿，就真的没救了。没事就好。哦，楼下的包子，老张还问我呢，说怎么这么久没有看到你，尝一个。没胃口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昨天半夜，我突然接到郎叔叔的电话，说一个消失了很久的人突然联系他，叫我去救他。等我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倒在悬崖边了，浑身是血。在哪儿？望月湾沿海路边的小屋子里。谁干的？逃了。郎叔叔说，是朱和平。谁？朱和平。郎叔昏迷前告诉我说，朱和平在跟他搏斗的时候，不小心掉下了悬崖。你说的朱和平，是和我有关系那个吗？嗯。按流程，红班一会儿会找你抽血，做个血型匹配。说。日本新发现。红队。哎，刘队，坐。马上开始吧。我们在距离现场500米左右的树林里，发现了这辆货柜车。这辆车经过改造，使得车厢内同时具有加热和干燥功能。咱们的同事测试了一下，20分钟之内，车厢内可以加热至70度，同时保持干燥。这简直就是个火炉。经过比对，我们在车厢内发现了迄今为止所有干尸案受害者的 DNA， 受害者应该是在车厢内被活活加热至脱水而死，随后被凶手开车运送至不同的地点抛尸。这辆车应该就是第一现场。找到凶手的指纹或者 DNA 了吗？我们发现了一个疑似属于凶手的 DNA， 但是还需要跟小屋现场的血迹进行比对，才能确认是否就是朱和平。李谢，症状情况现在怎么样？已经脱离生命危险，但是很虚弱。等他好一些，我会问他。这个跳崖的朱和平现在还没有找到，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这个朱和平为什么叫郎世民去他的小屋？看来都得等他来回答了。这个证人对我们是相当的重要。我明白。
病人还很虚弱，时间不要太久。我在外面。冰川，你过来。我知道，你也想知道这是为什么。我和你亲生父亲朱和平，当年的确是好兄弟。来，他躺下，行，行，来试一下，怎么样？爸，您这水平越来越高了。那是。我来。来，吃面。哎，不用老师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哎呦，爸，您别管他，他又饿不死。你们俩呀，啊，见面就掐。哎，老师，这怎么总咳嗽？要不去医院看一眼吧？没事儿啊，刚才岔气儿了。等这一次的科考任务回来，单位会安排我做一次详细的体检。哎，老师，您这是要出去啊？有一项科考任务，要进一次沙漠。又要出任务啊？都谁去啊？保密任务，具体谁去啊？连我都不知道。这个时候进沙漠，有点不合适啊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那还有我去不了的地方吗？你们两个呀，不用替我担心啊，全都安排好了。吃饭。来。世明啊，哎，你的自制力强，我不在的这段日子啊，研究不能停，啊。另外啊，帮我看着点你哥，啊，别总让他偷懒。我知道了。这个家可就交给你了，啊。哎，茉莉快生了吧？爸，家里你放心，你注意安全。哎呦，我这又不是第一次出任务啊。我回来可是要抱孙子，名字起了吗？还在考虑呢。时缤纷其变异兮，又何可以烟留？就叫注意吧。等闲离别易销魂，酒宴歌席莫辞平。注意好。行了，回吧，啊，回吧。哎，老师，回吧。哎，爸，你早点回来啊。后来呢？这是你爸朱和平最后一次见到老师。半年以后，朱和平接到了通知，老师带领的考古队行进的途中去执行任务，突然遇到了严重的沙尘暴。作为队长的他执意的要继续前进，结果整个科考队被困在了沙漠上，断粮断水。他一个人出去找水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其他留在原地的科考队员，最终等到了救援队。你别拦着我，我要找他们算账。你能不能别冲动？咱们去局里、检察院里反映不行吗？他们要能管的话，早就管了。我爸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，他们就胡扯。你冷静点，你冲动有什么用？死的又不是你爸，是吧？他是我恩师。
我爸肯定是他们害死的。现在科考队有谁都不知道，上哪儿找人去？我知道，那保安队长叫陆维，现在柬埔寨呢。他心里要玫瑰的话，他跑什么呀？你确定吗？你能找到他吗？我死都要找到他！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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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让开！爸！陆伟。所以当年，不光是他一个人去了，您也去了。那个时候，你妈妈快要生你了，你爸爸也顾不了这么多，他怕陆维跑了，就把你妈妈托付给了一个朋友，我和他就一起去了柬埔寨。你说，我爸是不是你杀的？是不是你杀的？你说，你为我把队长是干嘛了？你爸得了癌症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胡说！我爸怎么可能得癌症？我跟你回去举报他们。完了，你输了！原来这个陆伟也是科考队的。和平，和平， Who are you? 郎世明。Do you know this man? I know. Are you sure? Yes. Where is he? We don't know, but his certificate that have the scene have a homicide. Follow me. Let's go. OK。 辗转回国以后，我才知道，你母亲为了生你难产，已经去世了。3个月以后，我接到了朱和平的来信，他说，他把你寄养到了一个叫地球村的福利院，那个叫朱毅的孩子。 就是你，明川。可那时候，正赶上我要出国留学3年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找到了当时的福利院院长吕秀琴，求他好好的照顾你。 等3年以后，我从国外回来，把你从福利院接出来的时候，你已经快4岁了。我之所以骗你，就是不想让你知道这发生的一切。你回来照顾他吗？照啊！ 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，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呀。直到干尸案发的时候，我才突然感觉到，
其实他一直没死，干涉案可能都是他做的。来人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手法，把一个人脱水致死，那不就是为在沙漠死去的老师报仇吗？当时科考队的成员名单都是保密的，这么多年过去的，离开的离开，去世的去世，他居然还能找到这些人。那他是怎么联系到您的呢？其实，是我联系的他。前段时间，贵川发生了一个大案，在山里边发现了一堆动物的头骨，当时怀疑是盗猎，省里就请我去当顾问。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，在那动物头骨里边还有几颗人的头骨，还有一堆文物，可能是盗墓团伙内斗争执所致。记者采访我的时候，我灵机一动，我说我对当年朱家木的死产生了新的疑点，结果可能与当年的结论有所不同。没过多长时间，就在那天晚上，我就接到了朱和平来的电话。喂，哪位？世明，好久不见。是你？你在哪儿啊？